你每天丢进祖屋楼下垃圾槽的外卖塑料盒，正在无情加速新加坡的垃圾末日。这不是危言耸听，国家环境局最新确认，我们全国唯一的垃圾埋置场石马高岛只剩下最后9年的寿命，也就是到了2035年，新加坡将彻底面临垃圾无处可倒的绝境。为了给这座高密度城市强行续命，当局紧急出手，宣布要在2028年左右建成第2座金属回收厂。但这真的只是为了多腾出一点填埋空间吗？今天，作为你们的狮城社区百事通，我们就来硬核拆解这背后的千亿新元大局。这不仅是一场被动的垃圾填埋保卫战，更是新加坡基建如何在废墟中炼金，试图抢占预计在2034年突破13000亿新元全球暴利市场的生死局。提到新加坡的环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祖屋楼下的那个蓝色回收箱，但现实数据非常打脸。2024年，新加坡的整体垃圾回收率已经跌到了50%，直接创下11年来的历史新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前端分类太依赖个人自觉，大量的纸板和塑料在回收箱里被没洗干净的食物残渣严重交叉污染，最后只能当普通垃圾烧掉。普通人对蓝色回收箱的环保滤镜其实早就碎了，但数据背后隐藏着极其强烈的反差。在整体回收率跌入谷底的同时，新加坡的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回收率却逆势狂飙到了 99%， 这中间巨大的落差藏着新加坡基建真正的底层实力。这 99% 的傲人成绩靠的不是人工在垃圾堆里辛苦分拣，而是依赖极度硬核的工业化提取。我们日常扔掉的垃圾被送进大室，雾兰这些焚化厂经过1000度高温焚烧后，会留下大量的底灰。目前，新加坡唯一一座位于大室的金属回收厂，每天能像巨兽一样吞下高达1800公吨的底灰，通过强大的磁选机和涡电流分选设备，把铁、铜、铝，甚至毫米级别的微小金属残渣从灰烬里硬生生剥离出来。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占地方又永远无法自然降解的金属彻底榨干，石马高岛的承受力连9年都撑不到。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第1座厂已经这么强，为什么还要火急火燎地建第2座？既然大市的第1座回收厂已经能做到 99.5% 的极致金属回收率，国家环境局为什么还要急吼吼地招标建第2座？答案极其残酷，因为我们制造垃圾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异。新加坡正在全速推进智慧国建设和2030年绿色发展蓝图，在这个宏大的国家叙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未来5到10年，我们将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型垃圾海啸。大家可以看看周围，路上跑的特斯拉、比亚迪等新能源车越来越多，祖屋和工业大厦屋顶的太阳能板密密麻麻，更别提我们每个人手里2-3年就换代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目前，新加坡每年产生约6万吨电子垃圾，相当于每个人每年扔掉超过10公斤的废弃电子产品。而报废的电动车锂电池、淘汰的光伏板，这些高科技产物是绝对不能像普通塑料袋一样直接扔进焚化炉烧成底灰的。它们不仅有极高的燃烧爆炸风险，还会释放有毒物质。更要命的是，直接烧掉等于把价值连城的稀有金属付之一炬。新加坡国立大学姚文山副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有的回收厂设计初衷是处理焚化后的底灰，它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些焚化前结构极其复杂的电子垃圾。以电动车锂电池为例，它的内部包含钴、锂、镍等关键材料，传统方式根本无法安全高效的分离。第2座金属回收厂的建设绝对不是对现有产能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新加坡基建为了应对全面电动化和数码化时代，必须提前砸钱布局的战略兜底。随着第1批新能源汽车即将在未来几年进入报废周期，如果现在不建新厂，等大批电池退役时，我们将面临比石马高岛填满更可怕的生态灾难和处理瓶颈。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家抽屉里现在躺着几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旧手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废旧电子产品，实际上正在倒逼新加坡的垃圾处理系统进行一次彻底的底层升级。接下来，我们要触及今天最核心也最扎心的信息差。在当前全球的金属回收游戏中，拥有顶尖基建的新加坡其实只扮演了一个高级分拣员角色。目前，我们费尽心思动用重型机械从底灰里抠出来的真金白银，最后都去哪了？答案是有色金属被装上集装箱货轮，
送到荷兰等欧洲国家去加工提炼，而黑色金属则运到了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的冶炼厂。发现问题了吗？我们干了最脏、最累、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前期提取活，却把利润最丰厚、附加值最高的深加工环节拱手让给了别人。面对预计在2034年规模将达到13800多亿新元的全球金属回收，新加坡能甘心永远只赚个辛苦钱吗？绝对不行。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金属资源不仅是财富，更是国家安全。科技设计大学张志辉博士等专家强烈建议，第二座金属回收厂绝不能走老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初步处理然后打包出境的低端模式。新厂必须实现技术跃迁，融入人工智能分类和高精度的机器人拆解技术。更关键的战略目标是，新加坡必须直接在本地建立起提炼贵金属和稀土元素的核心能力。要知道，1吨废旧电路板里提炼出的金、银、钯等贵金属，其纯度和经济价值丝毫不亚于甚至远超同等重量的原生矿石。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矿山。如果我们能把这条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业链死死咬在新加坡本地，实现从回收到提炼的闭环，这不仅能彻底缓解石马高岛的填埋压力，更能让新加坡在全球新能源和半导体供应链中掌握极具话语权的战略资源。在未来，谁掌握了稀缺金属的回收提炼技术，谁就掐住了高端制造业的咽喉。因此，垃圾变黄金在新加坡的基建字典里，从来都不是一句轻飘飘的环保口号，而是一门极其精密、关乎国运的国家级生意。从时马高岛只剩最后9年的残酷倒计时，到第二座金属回收厂的未雨绸缪，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新加坡基建规划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在危机中寻找下一条生路。建一座工厂在工程上或许不难，但要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把令人头疼的电子垃圾变成驱动经济发展的下一座金矿，新加坡还有很长也很硬核的路要走。作为生活在这座岛上的普通人，我们或许无法决定100亿级别回收厂的最终选址，但我们每一次对废旧电子产品的妥善处理，其实都在为这座城市的未来争取宝贵的时间。你觉得新加坡能成功赢下这场垃圾变黄金的生死局吗？对于家里日益增多的废旧电池和旧电器，你有什么好的处理建议或者痛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的硬核拆解对你有启发，让你看到了新闻背后的真实逻辑，请务必订阅频道、点赞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新加坡社会、政治与基建的大事小事。我是你们的狮城社区百事通，我们下期视频见。